你听说过那个段子吗？世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你家有艘航母，却连油都加不起。这话听起来像个笑话，但对于某些大国来说，这却是活生生的现实。最近，英国人就给我们上演了这么一出航母窘境。英国人的甜蜜负担，航母的烦恼。就在我们以为全球海军都在摩拳擦掌、竞相升级的时候，英国《每日邮报》突然爆出猛料：英国皇家海军竟然在考虑，要么把威尔士亲王号航空母舰封存起来，要么干脆卖给友好国家。这消息一出，简直比英超爆冷门还让人吃惊。要知道，这艘航母可是耗资35亿美元打造出来的吞金巨兽，原本是英国海军的掌上明珠，怎么转眼间就成了烫手山芋了呢？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其实，航母这东西，从它诞生那天起，就注定是个烧钱的无底洞。回溯历史，航母的鼻祖还得追溯到英国。1918年，世界上第一艘全通式甲板航空母舰白眼巨人号在英国问世，这算是现代航母的雏形。英国海军也因此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驾驶航母发动空袭作战的军队。从那时起，航母就成了英国海军不可或缺的重器，也见证了这个老牌帝国的兴衰荣辱。对英国人来说，航母不仅仅是军事装备，更是一种历史情感和国家象征。然而，情怀再深，也抵不过囊中羞涩的现实。威尔士亲王号之所以被摆上货架，说到底，就是一个字：钱。造得起，却养不起。这背后的无奈，估计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约翰逊政府时期，英国曾大手笔计划增加23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特拉斯政府更是豪气地定下将军费占 GDP 比重提升到 3% 的目标。听起来军费是多了，可这些钱大多都流向了太空军力、反无人机技术、人工智能这些新兴领域。老装备，尤其是像航母这样的油老虎，自然就成了被遗忘的角落。英国国家审计署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未来10年，英军将面临大约170亿英镑的资金缺口，空军买不起新战机，海军添不了护卫舰，甚至连 F-35B 舰载机都紧巴巴地优先供给伊丽莎白女王号，导致威尔士亲王号经常只能光杆司令般的出海巡逻，甲板上空空荡荡，这画面想想都心酸。更别提航母一旦出海，那油钱、人力成本、武器维护和运输费用简直是天文数字。如今的威尔士亲王号不仅没能给英军提供应有的战斗力，反而成了个拖后腿的烧钱机器，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早在一开始，英国人就应该预料到发展航母有多少钱。从能承受喷气式战机尾焰的特殊甲板，到能让战舰前进的燃气涡轮机，每一项技术的研发适配，都让英国人付出了巨大的血汗钱。可惜计划赶不上变化，再多的投入，在无情的预算面前，也显得苍白无力。烧钱巨兽的真相，不只是英国的烦恼，其实不只是英国。航空母舰这种烧钱机器是全球海军的共同烦恼。拿美军的福特级航母来说，光是舰体成本就超过130亿美元，再加上79架舰载机，总价轻松突破80亿美元。但这只是个开始，要组成一个完整的福特级航母打击群，还得配上6艘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2艘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以及2艘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这样一来，光是武器装备的总价就超过了500亿美元。
更夸张的是，这些铁疙瘩的日常开销更是惊人。航母打击群需要大量的官兵来操纵，这些人的工资待遇就是一大笔开销，再加上所有战舰的燃料消耗、武器装备的日常维护保养以及零件更换，每一项都是烧钱的无底洞。一个福特级航母打击群只要拉满人手、加满油料并保持战备状态，一年的维持费用就超过30亿美元。换算一下，一天就是差不多820万美元。再细算的话，1秒钟就能花掉一张100元大钞。这可真是名副其实的烧钱机器。难怪连美国海军的少校都吐槽，福特级航母未来可能会成为美国海军的负担。这位名叫杰夫·泽波莱的美国海军少校，在2024年4月7日发表了一篇文章，直言不讳地指出，未来的海上战争属于无人载具和人工智能的时代。当所有军舰都能改装成无人机的起降平台时，像福特级这种平直甲板的传统航母，或许已经不是最明智的投资了。他的观点可谓一针见血。如果美国少造一艘福特级航母，就能省下130亿美元。这笔钱完全可以给整个舰队配备充足的无人机装备。虽然目前美军内部大部分人依然看好航母的作战价值，但新兴技术的确让传统航母的地位变得有些尴尬。当然，也有人会说，福特级航母其实还算省钱的，它每年的运行成本大概是12亿美元，这其中包括4亿美元的人力成本，以及后勤补给和武器养护等费用。之所以能省这么多，主要得益于福特级航母的操作自动化水平比尼米兹级高了不少，舰上人员编制少了1000人左右，地勤人员也少了将近400人。这样算下来，福特级的人力成本自然就降了不少。据美国军事专家估算，福特级航母运行50年的总操作费用大概在260亿美元左右，而尼米兹级航母则要花超过320亿美元。看来在省钱这方面，福特级的确比前辈强了些。除了美国，法国的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俄罗斯的库兹涅佐夫号航母也都是烧钱大户，特别是库兹涅佐夫号。这艘命途多舛的航母从2018年7月就开始在北德文斯克的新造船厂进行大修，改造内容包括动力系统翻新、锅炉和蒸汽管道整修、飞行甲板和阻拦索更换等等。俄罗斯专家估算，这次大修加上各项配套装置的研发费用，总花费超过了16亿美元。可见，航母要维持战斗力，养护起来也是个烧钱的大窟窿。谁是接盘侠？英国航母的未来之路。即便航母是个烧钱巨兽，但为了保证海军的远洋作战能力，同时也能彰显国家军事实力。凡是有点实力和野心的国家，都希望能拥有一艘航母。印度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对航母的执念可谓根深蒂固。早在1957年，印度就从英国买了第一艘航母维克兰特号，紧接着在1986年又买下了另一艘二手航母维拉特号。那时的印度可风光了，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双航母国家。可惜好景不长，维克兰特号在1997年退役，维拉特号也撑不了太久。眼看着双航母的光环就要消失，印度把目光投向了俄罗斯的戈尔什科夫号航母。这艘航母的命运可谓坎坷，它从1988年开始服役，结果在1994年就遭遇了一次爆炸事故。当时苏联已经解体，俄罗斯经济状况糟糕，没钱维修这艘航母。为了不让印度放弃购买，俄罗斯可谓是使出浑身解数，甚至在1998年放出话来，象征性的收1美元定金，让印度免费带走。但条件是印度必须承担航母后期改装以及舰载机编队组建的费用。
终于，在2000年10月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出访印度，与时任印度总理辛格签署了一份关于戈尔什科夫号改造的备忘录。然而，具体到改造费用时，双方却产生了分歧，价格越谈越高，一度让这笔交易差点泡汤。不过，这艘航母后来改名为维克拉玛迪特号，并成为印度海军的重要舰船之一。虽然改装过程一波三折，耗资巨大，但印度为了提升海军实力，咬牙坚持了下来。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航母这种武器虽然烧钱，但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提升军事影响力方面，确实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004年1月，俄罗斯和印度两国国防部长正式签署了一项军售协议。根据协议，印度授权俄罗斯北德文斯克造船厂对戈尔什科夫号航母进行改装。当时印度需要支付的改装费用，加上购买舰载机的花费，已经超过了15亿美元。原本以为只是普通的军购合作，谁知俄罗斯方面后来又出状况，原定于2008年完成的改造计划被多次推迟。俄罗斯造船厂表示，戈尔什科夫号的改造工程量大，技术难度高，远远超出了最初的预期。为此，印度不得不与俄罗斯方面进行了多次谈判。最终在2009年，双方又签订了一份新协议，进一步明确了改装费用和其他条款。此外，印度还购买了与这艘航母配套的舰载机、预警直升机以及后期维修配件等。直到2013年11月，印度才终于从俄罗斯手中拿到了改装完毕的新航母，并将其命名为维克拉玛迪亚号。前后加起来，印度为这艘航母一共花费了将近30亿美元。结合印度为航母不惜代价的历史，如果英国想要出售威尔士亲王号，印度很有可能会是那个接盘侠。首先，印度的军费在2021年就超过了750亿美元。作为印度洋周边的第一大国，印度也迫切需要一支强大的海军。此外，印度此前已经拥有了不少航空母舰的养护经验，而威尔士亲王号的综合作战能力也超过了印度现有的维克拉玛迪亚号。由此看来，印度完全有动机和能力将威尔士亲王号买回家。这笔交易中唯一的困难，可能就是印度很难买到 F-35B 舰载机。毕竟印度现有的米格-29K 舰载机是不能在威尔士亲王号上起飞的。除了印度，对本国军事发展雄心勃勃的土耳其也可能会对威尔士亲王号感兴趣。土耳其扼守地中海区域的战略要地，还在2023年10月服役了阿纳多卢号2栖攻击舰，并将其作为无人机航母。如果土耳其能够买到威尔士亲王号，就能在阿纳多卢号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而且与印度相比，土耳其获得 F-35B 战机的可能性还会大一些。关于英国究竟会如何处置威尔士亲王号航母，目前还有许多猜测。那么，这艘命运多舛的航母最终又会去哪呢？这出航母大戏究竟会以怎样的结局收场？让我们拭目以待。